발사! 장관님, 방금 쏘이탄을 쏴서 지금 밑에 불이 났습니다. 옷이 타고 있는 냄새인 것 같습니다. 바보냐? 사람 있으면 저 불에 그냥 있겠냐? 안 믿으면 가봐. 혹시나 공군 있는지도 몰라. 어? 맞습니다. 누가 저렇게 멍청해요?
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彭总，这是芝斯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英模事情，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烈士该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该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回事？他叫邱少云。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3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1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1枪1弹，没有打死1个敌人，更没有炸毁1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3等功，算是顶天了。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1枪1弹呢？那47军的罗胜教烈士呢，也没有发1枪1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胜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发给致辞。特等功，必须授予特等功。1等功，1等功是远远不够的。邱少云烈士能够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为了整体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宁可被打
大伙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是什么样的钢铁意志？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魂，才能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作战，才能以劣势的装备去抗击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这也是我们永远不该丢掉的精神财富。明白。General Ridgway told me that since the truce negotiations, he hasn't approved any of your operation plans. General Ridgway has no intention of letting war dampen negotiations. But now that negotiations have been suspended, I think it's high time for new military operations. Convince 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ve launched several successive attacks since the Panjimum negotiation was aborted. They've deployed many troops, but they've only launched very small-scale offensives. And now things are at a bit of a stalemate. I think that these attacks are meant from a political level, not a military one. So what is your plan then? To the north of Kurwa lies Triangle Hill, and about 1 mile northeast is Sniper Ridge. It runs northwest to southeast. It's called Shenganling by the Chinese. Now I believe if we occupy these highlands, the Chines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1,000 meters. This will strengthen our defense lines greatly. Now I only need 2 battalions and 5 days to complete this operation. There'll be less than 200 casualties. You have my word. Now,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meet on the 14th. The President will be awaiting word of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I wish to teach the Chinese a lesson. I wish to show them that we can take Triangle Hill and any defense line we wish. I already have a name for this operation. It's called Operation Showdown. 高地敌人攻占开封了，电话线被斩断了，派了3组人去抢修，都没有回来。你还剩几个通信兵？3个，再派人上去，这营部就没人了，还两个团部联系呢。团长，让我去！如我踩你靠边，我是班长，我死了你也上。你们都不如我实现线路，原来那线路是我埋的，我去。你行了，别争了。荣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保证完成任务。让开！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联系团部是。
了！是。喂喂。597.9高地一定要守住！丢了597.9高地，就是丢了5圣山的大门。不要紧，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保证完成任务。队长，我们现在必须死到自城市。好，我收到了，我马上。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 Switch out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Yes, sir. 上甘岭597.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 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出反击。好，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夺回来。是。 前方就是敌人的火力场。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1级英雄称号。괜찮아. 다 살아있죠? 살아있습니다. 비행기 갔어. 우리 빨리 갑시다. 빨리 가자. 빨리. 빨리. 그 사람들 빨리 따라와. 빨리. 그렇게 잘 지키고.
不下去。连长，连长，我有2个重要任务需要一起送下去。交给我吧，我带他们下去。兄弟，啥也不说。快接伤员！老曹，他真的不得不累，빨리！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可别干了！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我知道。我是秦继伟。报告军长，我是45师作战科长宋新安。597.9高地，还有537.7高地北山，又丢了。这几天我和鬼子在2个高地打消耗战，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打电话给崔建功。是，师长。请军长指示。崔建功啊，你一个师还守不住2个山头？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2个高地反复争夺，45师伤亡非常大。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请军长放心，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只要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秦继伟上。15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保证完成任务。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太少了。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2成啊！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打！啊！牺牲了，6班就剩2、3个人了。小点声！团哥，干嘛？那偷袭员打着了。团长，别往这边跑，我个子小，我点小，别干了这事。好，去吧，你们俩跟上。厂长，这是我入党申书和我2狗写的家信，请主持有保管。
说话了，保存点体力吧。王珍珠，王珍珠，王珍珠，马清华。 真的是马清华，马清华，马清，珍珠，王珍珠，马清华，王珍珠，马清华，我就觉得我听到你的声音，马清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王珍珠，你上次不是说再见面有话跟我说吗？我就上来了。大金虎来了，加油干！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你这野人！马清华，马清华，珍珠，给他止血啊！止不了，真止不了啊！ 你放心，马清华，咱俩一块儿回家过好日子啊！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3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 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同志们，今天这个苹果，你们必须吃，这是为了我们生命延续啊！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过瘾吗？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的都多。咱们什么时候过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感谢洪副司令，2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중국 군대가 공격 들어오기 전에 군지 공사 끝나서 참 다행이다.报告，炮火准备完毕。5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是。军长，这边。 Communist army is finally fighting back. I actually feel relieved. What shall come. Let the battle start. It's unbelievable. They've been keeping up this suppressive fire for 4 hours. I think they've learned our tactic. They don't need to learn. It's only a matter of having supplies. This continuous bombing means they've upgraded their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logistics, and equipment. We've been like a sparring partner, helping them to improve. They've expanded their artillery coverage. Their infantries are coming. Tell the Koreans to go back to their positions and block them. Yes, sir! Commander Park! Commander Park! Commander Park! 军长，已经来
来来回回炸了他们3遍了。这阵地上死了多少敌人，我不敢瞎估摸，但这防御工事那可是一个不剩啊。要论怎么挨炸，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差远了。各部门准备，22点发起总攻。是。11月1日夜，第15军调整部署，将苦战了19天的第45师第135、134团撤出战斗整补，将第12军第91团投入战斗。Charge! Charge! I'll have my troops chase them back to the tunnels. Look at their strong artillery fire. They won't give up easily this time. So then what should we do? We attack. Now that the cards are laid on the table, we'll soon know the result.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续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以克等功获1级英雄称号。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12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12军和15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基伟直接指挥。好。同时，三兵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非常好。马上以之4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是。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啊。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1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万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美军1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好的，主席。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2天呢就会被通过。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
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呢。新官上任3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1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2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3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啊，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2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2种情况。小打嘛，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登还是小登，对于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2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啊，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这条心。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2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儿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2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啊。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还能下吗？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子认输啊。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